北京到广州坐飞机3个多小时，上海到武汉坐高铁要4个多小时，成都到西安开车差不多10个小时。能不能再快一点呢？可以的，也许超级高铁可以帮到你。我是火箭叔，今天我们来讲一讲超级高铁。什么是超级高铁？它发展到哪一步了？它真的是未来的理想交通工具吗？好，现在我们就进入主题。2012年 Elon Musk 首次提出了他关于未来超高速运输系统的构想。在最初发布的设计里，这个被装在半真空管子里面靠电磁力推动的车厢，由于干掉了影响车辆速度的2个传统因素，摩擦力和空气阻力，所以可以以接近音速的每小时1200多公里的高速行驶。掰着指头算一下，一样是上海到武汉，要是超级高铁开通了的话，只需要40分钟就够了。意味着你可以早上吃完热干面，然后准时的出现在陆家嘴跟同事们说 morning， 厉害吧？那么超级高铁靠什么让自己开得这么快呢？简单介绍一下它的工作原理啊。拿你喝珍珠奶茶时的状态举例，超级高铁的车厢就像是你吸进吸管里面的一粒珍珠，只不过推动它前进的力除了空气压力以外，主要是电磁的排斥力。童年幸福的宝宝一定拿2块磁铁这样玩过。那么吸管本身肯定就是超级高铁运行其中的管道了。我们都知道啊，当车厢快速往前移动时，会压缩前方的空气，而聚集在管道前方的压缩空气会产生大量的阻力，使车速下降。该怎么办呢？把管道抽成真空行不行啊？看来你很机智哦。可是可以啊，但难度太大，而且还相当危险。后面我们会说到的。所以超级高铁的管道里并不是完全的真空，只不过里面的空气的确是被抽走了一大部分，然后在车厢头上装上像是飞机引擎上一样的压缩风扇，一边前进一边吸入前方的空气，把它们导向车厢后方，获得额外的推力。同时它还有更大的作用，就是将这些压缩空气吹到车厢下方，形成一个能够让车厢浮起来的气垫，这样连摩擦力也没有了，一举两得后，能跑得不快吗？当然，超级高铁还有另外的优势啊，由于完全封闭，所以完全不受天气的影响，甚至连地震也不怕，因为支撑起管道的高架桥墩都采用了弹性的抗震设计，再加上每一节的管子都是独立的一个个单元，即使坏了也能够很容易的修复和替换，所以安全性也相当的理想。最后，由于几乎没有摩擦力和阻力的影响，所以只需要很少的能量就能够推动超级高铁跑起来了，简直是清洁能源最好的用武之地啊！如果能配合马斯克自己家的太阳能电池板一起用，那就更是比翼双飞，神雕侠侣了。问题是，自打提出这个概念并丢出一份白皮书之后呢，马斯克并不像他以往那般身体力行的投入到超级高铁的打造中去，只是每年在洛杉矶 SpaceX 总部的一条测试跑道上举办一场比赛而已。这是什么鬼啊？是给年轻人留机会，还是放个烟雾弹让竞争对手们吭哧吭哧先杀出一条血路来，然后再去收割？或许也可能只是他觉得殖民火星才是人生目标。不管怎么样，现在的确是有几家公司连同几个国家一起在抢着要建出第一条真正的超级高铁来了。理查德·布兰森这几年被埃隆·马斯克盖过了风头的亿万富翁，正在用自己的维珍超级高铁1号实践着马斯克的梦想。助力这个梦想的是印度和沙特，这2个国家放在一起怎么有点……总之啊，布兰登已经说服了印度联邦运输部长以坐火箭的速度升级一下自家的火车系统，在孟买和新德里之间修一条维珍超级高铁。至于完成时间嘛，就跟印度一样神秘。沙特这边呢，是希望用超级高铁来连接起它在海湾的几个主要城市，为每年穿梭期间的4500万个乘客提供1小时内到达的都市全服务。尽管已经同意使用维珍的超级高铁系统展开一系列国家级的可行性研究，并建设一条35公里长的测试轨道，但维珍在这里却有一个强劲的对手——超级高铁运输技术公司，简称超级高铁 TT， 也计划在沙漠中央建起一条跑道，连接起迪拜到阿布扎比，全长150公里的铁路只需要15分钟就嗖的一声到达了。剩下的公司和剩下的时间表还有准备在2028年连接起欧洲的 HART， 延续了欧盟的传统啊。HART 本身也是由荷兰、波兰、西班牙和加拿大的几家公司联合成立的，希望他们不要在还没有建起之前就闹起了脱欧的矛盾。所以我们有希望在下一个10年就看到超级高铁遍地开花吗？我严重怀疑。既然超级高铁那么美好，为什么中国却显得完全无动于衷呢？日本高速铁路的发明者同样也毫无动静，为什么呢？冷静下来仔细分析之后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超级高铁的美好几乎都是在纸面上的。作为一个交通运输工具，能够既快速又经济的把乘客或者货物从 A 地运到 B 地，才能够产生出价值。而根据一份资料显示来计算，超级高铁的载客量大约是每小时1120人次。比较起来啊，空客 A320 目前最流行的载体客机每小时的载客量大约是2472人次，而我们的 CRH380AL 一次可以载客1066人。如果在高峰时刻，比如春运的话，每小时载客量能够超过
过12000人次，超级高铁怎么比？另外，从车辆本身来说不用装在管子里面的磁悬浮本来就已经有了，而且还在越来越快，为什么还非要造个管子把它们放在里面跑呢？你真不怕大气压力发威的时候吗？最后，超级高铁告诉我们很省钱。是的，谁都知道没有了阻力，轻轻一推它就跑。但减少阻力本身它不花钱吗？谁来抽出空气？谁来让车厢浮起来？是不用开工资的奥利给吗？好了，基本上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更快的交通方式肯定会出现，但究竟会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留言来讨论。我是火箭叔，关注我，让你爱上科学。航空发动机在工作的时候是需要吸入空气的，这个工作呢由进气道来完成。但你有没有发现客机发动机的进气道又圆又短，而战斗机的进气道嘛，这很多都是又方又长的。这是为什么？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航空发动机的进气道。这2天呢，我正好有些感冒鼻塞，所以吸到肺里面的空气就要比平时少很多，大脑缺氧的感觉非常明显，所以完全就不想动。对发动机来说，进气道显然就是它的鼻子了，而你最不希望看到的，应该就是它也鼻塞了吧？但它还真就爱鼻塞，为什么呢？因为跟我们不一样，飞机，尤其是可以超音速飞行的战斗机呢，它的速度范围非常广，而随着其速度的不同，吹入其鼻子里面的空气数量也会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有麻烦了。发动机的核心只有一个，也就是它只能针对一种进气量高效工作，进气太少或者进气太多呢，它都吸不过来，相当于就是鼻塞了。而除了鼻塞还有更麻烦的，那就是这个发动机的核心本身还特别脆弱，要是吹进来的空气速度太快，就会让里面的叶片发生震颤，从而损坏，后果很严重啊。那极限是多少呢？必须是亚音速的。你看这前后2点，对飞得不那么快，速度范围也不是那么大的客机来说还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对需要一路加速到超音速的战斗机而言就十分不友好了嘛。那可怎么办呢？就只能针对它的鼻子，也就是进气道下手了。战斗机的进气道之所以那么长，就是要肩负着解决以上2大问题啊。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它们具体是怎么解决的。先说减速。早期的进气道大多是皮托式、激波锥式和2元式，现在呢，这很多都用上了加莱特式和鼓包式。但不论是什么式，减速考的都是一个式，那就是激波。上一期我们刚好讲到过激波，超音速气流在经过激波后，速度大减，压力剧增。这不正好就是进气道想要的结果吗？所以呢，进气道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人为的制造激波。皮托式进气道是一个盾头带开口的结构，能够产生出减速能力极好的弓形激波，十分的简单粗暴，常见于第2代战斗机身上。当然，也有一些注重亚音速性能的3代机会使用，比如 F-16。它的缺点也很明显，弓形激波的中心其实是个正激波，而正激波带来的阻力很大，还会让空气的能量骤降，导致发动机因为得不到高能量的气流而效率下降。所以呢，我们其实是不希望一开始就产生弓形激波的，它最好能是个斜激波，然后再慢慢变成弓形激波，这样既降了速，也不会损失太多能量。于是晚期的2代机和早期的3代机呢，就开始使用上了激波锥的设计。它会先用圆锥的尖端产生一道圆锥形的斜激波，让这个斜激波正好落在后面的进气道的边缘。进入进气道后呢，斜激波就会在2个表面之间开始反射了，每反射一次，速度都会减少一点点，最终演变成一道较弱的正激波。经过正激波后，气流彻底减速，最终来到了亚音速。同时由于是温柔的减速，所以依然还是能够为发动机提供能量较高的空气的，效率自然也就不打折了。有的激波锥甚至是可以前后移动的，以此来调节进气量，从而匹配发动机的不同工作环境，达到更好的工作效率。比如 SR7 上面那2台 J58 发动机。当然，跟下一代的2元进气道比起来呢，激波锥对气流做的那些事儿就根本不算什么了，因为它能够实现更加复杂的控制。比方说可以缩放的进气口，在亚音速时扩大进气口，增大进气量；在超音速时缩小进气口，减少进气量。比方说可以调整角度的进气道上缘斜坡，它能够让斜激波在任何飞行速度下都正好反射到下缘上，形成后续的减速链路，让发动机始终保持高效工作。很好了，对吧？除了结构有点复杂，重量不够轻盈以外，在进气方面呢，你还真没啥可以要求它的。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缺点，慢慢就暴露了出来，不够隐形。2元进气道必须是个矩形，否则呢，之前说的那些美好的气流调节功能都是白瞎。但矩形的截面恰好相当于是一个完美的角反射器，使雷达波能够被原路折返，大大增加了其被探测到的可能性。这个在现代空战中就是绝对的硬伤了。那该怎么办呢？那就拿个斜切工具把矩形推成一个平行四边形吧。
它呢就是 F-22 机下面挂着的加莱特进气道了。有没有觉得如果只是把矩形推成平行四边形也太没有技术含量了吧？应该没这么简单。你的直觉是对的啊，加莱特进气道的来头可不小啊，虽然不太看得出来，但它其实是一个沉波体。我们之前讲沉波体的东风17是拿过一个模型来举例子，就是这个把两边往下拽了的楔道沉波体了。它可以把激波面包裹在其下表面上，从而利用激波来获得升力。那个视频很有意思啊，推荐你一定要看看。然后我们把这个楔道沉波体复制一下，反转一下，再看看它俩接起来的激波面，是不是有点眼熟了？对的，就是加莱特进气道的那个平行四边形截面了。所以理想情况下，加莱特进气道是可以形成一张像薄膜一样包裹住其入口的激波面的，从而在不需要任何可调结构的情况下呢，获得较高的进气效率，同时还能避开直角边的直角反射器效应，提高隐身性能，所以算是一个既轻盈又高效的现代进气道了。那么还有没有比加莱特进气道更加现代的进气道了呢？有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最后要讲的鼓包式进气道了。它的全称应该叫做无负面层隔道超音速进气道，但由于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位于进气道入口处紧贴着机身的那个鼓包了，所以通常都叫它鼓包式进气道。那么这个鼓包到底要干什么呢？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就是为了把负面层隔道给去掉的。让我们回头再去看看前面的几个进气道啊，有没有注意到它们同机身之间呢，通常都留着一道小缝，这个小缝就叫做负面层隔道，为的是防止负面层的气流进入到进气道里面。由于飞机的机身同空气之间是存在摩擦的，就使得紧贴机身表面的那一层薄薄的空气呢流速较慢。当这层流速较慢的空气同其余的超音速空气一起进入到进气道后，极容易造成压力分布不均匀，轻则使发动机叶片发生震颤，加速金属疲劳，减少寿命；重则使压气机失速传震，直接报废。所以无论如何都是必须要把负面层隔离在进气道之外的。但负面层隔道的存在也不利于战斗机的隐身啊。其缝隙特定的宽度会使得特定频率的雷达波正好可以跟它发生共振，反射出强烈的回波，增加了自己暴露的风险。而鼓包设计的妙处就在于其前部扁圆锥形的造型，在气流经过时会在中间产生出一个高压区，来将负面层的低速气流推到两边去，使它们不偏不倚，正好凑过了进气道的入口。但它难也就难在巧妙上，鼓包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三维曲面，很难用传统的方法来分析和计算其产生的结果，只能依靠现代计算机的强大算力来不断模拟与优化，所以只有可能出现在最先进的战斗机上，比如 F-35、歼20等等，在降低了重量和生产成本的同时，却提高了进气效率与隐身性能。好了，以上就是这几种超音速进气道的简单介绍，我们最后再来总结一下啊。之所以超音速飞机需要用到进气道呢，就是为了将超音速气流降低为亚音速气流，以便发动机能够正常的呼吸。而且降低的手段最好尽量温柔，能用斜击波就不用正击波，能多用几个斜击波就多用几个斜击波，越多越好。与此同时，要是还能做到结构简单又隐形的话，那就好上加好了。你记住了吗？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先来看一段火箭发射的画面，仔细点看啊，你有没有注意到其中有些异样呢？如果你已经注意到了，就请把你的发现打在弹幕上。这是一枚宇宙生5号运载火箭，这段画面中间至少暴露了2点与众不同的地方，一个就是火箭尾部喷出来的火焰是明显偏左的，另一个是这枚火箭除了星际以外还带有助推器，但是我们却只能在它的左侧找到1枚助推，另一侧呢则空空如也，这不是很奇怪吗？明显就是一个不平衡的构造，这是为什么呢？咱们再来进一步看看。这是维基百科上介绍宇宙生5号的页面，在版本细分这一栏，咱们就可以看到它是有多种版本的，但大体上呢就分为2种啊，数字4开头的和数字5开头的，它代表的是整流罩的直径。4代表这枚火箭的整流罩直径为4米，5就代表这枚火箭的整流罩直径为5米。第二个数字从0到5都是可以找到的，它代表的呢就是助推器的数量了。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宇宙生5号火箭上面呢，不仅可以带有奇怪的1枚助推，像是3枚、5枚这种罕见的奇数枚助推也是可以有的。相对来说，2枚、4枚就正常多了，因为这样的助推数量呢，在我们自己的长征235-7上面都经常见到，它们很容易做成对称布局，让我们从视觉上就能获得一种平衡感，相信火箭在发射的时候不会倒掉了。当然
3枚、5枚其实也是可以做到在火箭周围均匀分布的，只不过嘛，宇宙神5号好像就是喜欢反其道而行，它就非要跟对称、平衡、均匀抬杠。你看它的布局是什么样的？哪怕捆绑2枚助推，它也要歪一点；4枚也是这样，3枚、5枚就更别说了。总之，全都是不对称的。哎，这是不是就很反常识了呀？所以它究竟是怎么做到在发射的时候保持平衡的？又为什么非要坚持这种不对称的助推布局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咱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是一个在坎巴拉太空计划里面模拟出来的挂着1枚助推器的宇宙神5号了。如果把它发射升空会怎么样呢？来看看啊。很明显嘛，由于一边有助推，另一边没有助推，这就相当于你抬桌子的时候只抬一边的推，它自然就会朝另一边倒过去嘛。因为力的方向并没有穿过重心，于是力臂就产生了，它带来了力矩，从而把火箭给掰弯掉了。但我就是只需要装1枚助推器就能完成任务，该怎么办呢？有一个办法啊，那就是改变助推器的用力方向嘛，使它对准重心，这样就不会有力臂产生，力矩也就消失了。宇宙神5号的重心大概在这个位置，比较靠下，所以只需要把助推稍微旋转一定的角度，就可以让它对准重心发力了，避免了不平衡的产生。当然，在真实的宇宙神5号上面呢，旋转的并不是助推器本身，而是助推器的喷口了。不管是 AJ-60A 还是 GM-63， 它们的喷口都向外倾斜了3度，而且斜着推还带来了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宇宙神5号起飞时的路径和其头部的指向是不相同的。简单讲就是，虽然我直面前方，但是却在斜着走路。这个很容易理解嘛，因为斜着推的助推器必然会在水平方向上产生出分力，这个水平分力就会把火箭朝旁边推了。在模拟视频里面呢，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这个现象。另外，长时间曝光的发射架照片也可以清晰看出一条从一开始便是弧线的飞行轨迹出来了。这种令人难以琢磨的走位方式，考虑到它诞生之初就是1枚洲际弹道导弹，是在为了迷惑对手吗？好吧，也许改变助推器喷射的方式呢，在一开始的确可以减少力矩的产生，但是随着燃料的消耗，火箭的中心位置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呀。但助推喷口的角度却是固定不动的，当它不再和重心方向对齐的时候，不是一样又让力矩产生了吗？怎么破呢？宇宙神5号的解决方法是让主发动机的喷口转起来。它所安装的 RD-180 发动机的喷口是可以有最大8度的旋转角度的，这意味着火箭可以在飞行过程中不断调整主发动机的喷射方向，来抵消助推器产生的力矩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本视频一开始的画面里面看到明显斜着喷的火焰的原因了。那是 RD-180 在对抗 AJ-60A 的力矩呀。这张照片呢也拍得非常明显。好了。其实不管是把助推器的喷口变斜，还是让主发动机的喷口可调，都是在浪费了推力的情况下才抵消了力矩，而且还增加了系统的复杂程度。为什么就不能在一开始的时候避免掉呢？咱不要只用1枚助推嘛，至少2枚起步，而且呢对称分布不就很简单了吗？是的换作是现在重新设计1枚新的火箭，洛克希德马丁一定也会这么安排的。但是这一枚火箭嘛，却是成型于1957年的。它在设计之初真的就只是1枚洲际弹道导弹，从来就没有想过自己未来还要挂上助推器，把探测器给送到火星上的。既然这样，那我为什么要考虑到给你助推器留地方呢？所以你看在宇宙神火箭星级的周围首先是突出了一个巨大的输氧管，然后是一个装满了各种控制管线的大鼓包。这2样东西一摆，其他的东西都必须要为此让路嘛，不然的话，那你就重新设计1枚火箭呗。洛克希德马丁琢磨了一下，还是觉得解决不对称助推的问题，比重新设计1枚新的火箭在成本上来得更划算。所以宇宙神5号就变成这个样子了。而且要我说，这一开始设计火箭的工程师还真是不讲究完全就不考虑美观嘛。哪怕是只有输氧管和缆线罩这2个凸起来的东西，也是要尽量对称一点才好看嘛。要是起初这2样东西就摆对称了，在后来加助推的时候，不是也就能对称了吗？省了多少的事儿啊！算了。这也不关咱什么事儿而且要是它一开始就对称了，那也没有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好玩的东西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继续把好玩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哦。最近我体验了一把失重的感觉，那是在飞机上。从新疆到重庆的整个航程，飞机几乎都在颠簸，偶尔还会来一点大的，于是马上就失重上头了，既难受又恐怖。你呢？有没有体验过失重的感觉？在什么情况下体验到的？可以分享一下哦。你说我们偶尔失重一下就很不好受了，航天员在太空中天天都失重，他受得了吗？感受还在次要，失重对人体本身的伤害才是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比如骨骼和肌肉退化，心脏和视力出现问题，就连认知能力都会大为下降。
NASA 的宇航员斯科特·凯利在国际空间站上待了差不多1年以后呢，重回地球引力的怀抱。但显然啊，地球拥抱他的双手太过热情，以至于让已经习惯了低重力的凯利招架不住。当他迈出最初的几步时，看起来一点也不比婴儿学步更加容易。他的腿并没有及时回忆起曾经是如何协调工作的。重力的缺乏使凯利的身体远离了原本对于生存至关重要的平衡感与协调感。这两者啊，哪怕你在太空当中踩再多的跑步机，也无济于事啊，唯有重力能够给予。好吧，国际空间站呢，都是一个快要退休的东西了。那你说我们正在建造中的最新的中国空间站，为什么就不能采用人造重力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人造重力这个已经在科幻的世界里面存在了几十年的技术。人造重力难吗？它难在哪儿呢？好吧，还是先说答案啊。技术上呢一点也不难，但实现起来却很难。为什么呢？因为只要转圈圈就能模拟出重力了，但圈圈它该有多大呢？这就是个问题了。在电影《2001太空漫游》和《星际穿越》当中呢，整个太空站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自行车车轮一样，利用旋转创造出人造重力，使内部的人员可以像是行走在地面上一般舒服的运动。很可惜啊，至少目前为止啊，还没有人真正这样行走过。不过最接近它的体验，你可以在游乐场里面找到。做一次大型离心机，一定能够加深你对人造重力的理解。但我建议你最好是提前准备好一个呕吐袋哦。对了，这也是旋转出来的人造重力很可能造成的副作用之一。我们后面马上就会讲到的。之所以旋转能够产生重力呢，我们得要感谢向心力。因为当旋转起来之后呢，你背后的墙面就会在向心力的作用下不断的推着你，迫使你跟着它一起旋转，而不是沿着一条直线被甩出去。此时呢，你与离心机是相对静止的。当我们把参考系放入到这个相对静止的系统里面时呢，神奇的重力感便产生了。你被一股力量拉向墙面，当抬腿。NASA 早在1960年代就开发出了一台巨大的离心机来测试模拟重力的可行性。当我们随宇航员一起进入到被称为是旋转参考系的离心机内部视角后呢，相对来说整个世界都在旋转，而我们是保持静止的。在这里，如果离心机旋转的速度恰好合适的话，一切的跑、跳、走都跟地面上无异了。牛顿第三定律工作良好，由向心力带来的离心力变成了一个绝对真实并且可以测量的重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创造人造重力其实一点也不难嘛，真正难的是尺寸。还记得我刚才说过了吗？一个恰到好处的旋转速度是产生出人造重力的关键，而问题就在于恰到好处的旋转速度跟离心机，也就是想要制造人造重力的太空站的尺寸关系密切。当它的直径越小时，就越需要更快的旋转速度。你想也想得到，生活在这样一个转得飞快的陀螺里面，一定不是很好玩。统而言，注意这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国空间站核心舱天河号的4.2米直径不像电影演出来的那样，弗兰克·普尔肯定是跑不起来的，因为在这样的转速下，旋转参考系里面的科里奥里效应将会非常明显，它会让你在里面的运动方向受到偏转。你只要想想，在地球这么大的一个旋转参考系里面，我们都需要考虑科里奥里效应对火车左右铁轨的不同磨损程度所带来的影响，就能够知道在8米半径的旋转空间里面，它能产生多大的影响了。简单来说，就是你想从坐着站起来呢，都会让原本向上运动的脑袋变成一条向下运动的曲线，然后直接就把你撂倒了，还谈什么慢跑呢？科学家估计想要让旋转速度慢到勉强能够适宜人类居住的话，这个结构的半径至少也得是100米，2个国际空间站加起来差不多有那么宽了。所以不管是发射它还是安装它，都是一个超级花钱和超级费时的事情。有人估计过，像电影《2001太空漫游》一开头的那个半径150米的旋转太空站，大约重68000吨。咱们不管他们是怎么估算出来的，总之，如果按照目前我们的胖虎最大25吨近地轨道运力来算的话，也需要发射2720次才能将它送上轨道，这是一个庞大的数量。而且，即使真的把它给建出来了，仍然会有很大的问题。比方说，由于半径还是不够大，它会让你的头和脚处在2个明显不同的重力区间，想起来还挺诡异的。但实际情况不止诡异，而是危险因为你的心脏必须要更加努力的工作，才能够把脚上的血液拉回到头上，从而保证正常的血液循环，并且呢，你还要习惯于生活在经常性的晕头转向当中，因为如果你弯下腰，甚至只是左右晃一下脑袋的话，都会让耳朵里面的陀螺仪内耳前庭突然间就切换到另外一个重力频道上了。你知道眩晕想吐的感觉是怎么来的吗？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最后总结一下，
想要人工制造出重力啊，通过旋转就可以实现了。这并不难。也许在不久之后呢，就有类似的航天器可以升空了。虽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至少能够帮助宇航员更加安全地执行太空任务。至于想要满重力生活在太空当中嘛，还真的是有很长的路要走啊。我是火箭叔，关注我，跟我一起期待科幻早日变成现实。Elon Musk 曾经这样评价氢燃料电池：非常愚蠢，更像是一种营销策略，而不是新能源汽车的长期解决方案。他的评价有道理吗？氢燃料电池真的有这么不堪吗？他所使用的锂电池就一点毛病没有吗？好，咱们今天就来简单讨论一下，顺便再拉一种新的电池杀入战局。固态电池，一个一个来啊！先说今天用的最多的锂电池，本质上呢，它就是我们的手机、相机、笔记本电脑等等这些移动电子设备里面的电池的放大版本。只是放大的不单是体积，还有数量。跟使用单个单元的小电池相比，电动汽车里面的锂电池呢，是将数千个这样的小单元捆绑在一起，形成的一个容量更大的组合体。因此才能够驱动汽车这样的大家伙嘛。和传统的铅酸镍铬电池比起来，锂电池的能量密度要高很多，所以不仅能够储存下更多的电量，连使用寿命都要长得多啊。于是就非常适合拿来作为新能源汽车的能量供应源了。到了今天，很多充满一次电的锂电池电动汽车呢，已经基本上能够跑过跟加满一箱油的燃油汽车差不多的里程了。这么看起来是美好的。但是它也有天然缺陷啊。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全性。锂电池的稳定性其实并不是可充电电池技术里面最高的，它怕高温，它怕过充，它怕过放，它还很怕碰撞。因此它们就需要更高的保护级别。不仅是物理上的盔甲保护，还包括系统上的电子保护啦。每个锂电池呢都需要有专门的保护电路，以确保它们能够在安全范围内去运行。这些呢就势必增加了整个系统的成本、复杂程度和重量嘛，成为锂电池的一大缺点。而因为这个大缺点，其他的一些小缺点也冒了出来了。比方说，这样的电池更难回收，它们的轮胎会因为重量的增加而更快的被磨损，开发周期也因为要考虑1/3车重的电池该如何平衡分布而拉得更长，等等等等。另外尽管锂电池已经拥有不错的生命周期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充放电的性能呢也会下降，而且这跟你用多用少还关系不大，即使摆在那儿不用，它的性能也照样会往下掉的。当然最后一点就是所有人都绕不开的里程焦虑了。再怎么样，锂电池的容量还是有限的，还是跑得不够远的，还是需要比加油久得多的充电时间的。短途开开还行，要是跑长途嘛，就得要再认真考虑考虑了。那开长途就真的没有享受清洁能源的资格了吗？哪里不是还有氢燃料电池驱动的电动车吗？尽管马斯克说它非常愚蠢，但其实它有一些优势呢，是远超锂电池的。比方说能量密度，压缩氢气拥有高达4万瓦时每公斤的能量密度，而锂电池呢，对比起来，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有可怜的278瓦时每公斤，仅仅只是前者的0.7%都不到。这意味着使用氢燃料电池的汽车可以在不增加更多重量的情况下带来更大的续航里程，再加上它是加氢而不是充电的，因此可以获得像是加油那样的时间优势，彻底的就没有里程焦虑了。你看多好，既实现了100%的绿色环保，又没有一点的里程焦虑，它会不会才是新能源汽车真正的未来呢？光看好处当然是这样但是等我们绕到它的背面，就不仅要感叹一下，为什么马斯克如此不待见氢燃料电池了。有人会说，安全是它的头等问题，这个不假氢气具有相对较低的燃点以及非常宽的空燃比，是一种自带危险的气体，尤其是考虑到这里用的还是它的压缩状态。但是可能让你感到意外的是，跟汽柴油这类石油衍生燃料比起来呢，它却拥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它轻它大大的轻过了空气所以就能够在发生火灾时呢，通过打开紧急泄压阀，快速的将它吹到空气当中。即便此时它被点燃了，也会像一个大火机一样对着天空去燃烧，并不会伤到周围的人和车的。实际上，丰田甚至还用子弹射过他们的氢气罐呢，结果跟电影里面子弹打进油箱的效果彻底不同，没有爆炸，没有燃烧，仅仅只是让比空气更轻的气体通过弹孔逃逸到了空气当中而已。所以这么看起来，安全性并不是氢燃料电池的一个大问题。那什么才是呢？是成本，是效率，是它到底绿不绿色了。先说成本虽然氢是这个宇宙当中储量最为丰富的元素，但是它基本上是不会单独存在的，而是跟水、碳氢化合物，比如甲烷，还有其他的一些有机物结合在一起。因此，要把它作为燃料呢，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将它从这些化合物当中提取出来了。
可惜的是啊，这些过程要么根本就谈不上绿色，要么花费高昂，要么就效率低下。目前大部分的氢气呢，都是通过一种叫做蒸汽重整的过程来制造的。它通过将高温水蒸气同天然气结合来将其中的氢气提取出来。这种方法一是排放了大量的废气，所以并不环保；二是浪费了大量的热量，所以非常低效。如果把它作为燃料用到氢燃料电池当中，那还不如直接在汽车里面烧天然气好了。绿色和效率两头都没有占到，干嘛还多此一举呢？那就试试第二种方法。电解水产生氢气如何？这次咱们用来自绿色能源的电，比如太阳能、风能等等，环保就没问题了吧？可是它也照样效率低啊。大约有30%的能量在转换的过程当中呢就损失掉了，因此拉高了成本。再加上大规模的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加气站、建设输气管或者建设分布式的氢气生产车间，都是要花很多钱的。平摊下来，现在的结果就是它每开1公里呢，就要比锂电池汽车多花8到10倍的钱，基本上就谈不上什么经济性了啊。最后还有效率的比较啊。刚才我们已经提到，在用电来生产氢的过程当中，大约有30%的损耗了。其实总的损耗远不止如此啊。压缩氢气时的损耗、储存和运输时的损耗、电池内部的转化损耗、直流交流的切换损耗等等，这些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氢燃料电池最后也只能输出其原先1/2还不到的效率，可比锂电池要低得多啊。所以它前面的路还长着呢。Elon Musk 可以继续正确一阵子了，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啊，因为一项新的电池技术很可能要来砸他们的饭碗了——固态电池。其实也算不上新啊，因为固态电池早就在一些小型的电子设备上使用了，只是以前呢它们不好充电而已。把固态电池用在新能源汽车上有什么好处呢？第一，由于它使用的电解质换成了固体，所以体积上大为缩小，只有锂电池的1半左右。在同样的空间里面呢，咱可以装进去2倍的电池，从而带来了翻倍的续航里程，很大程度上就解决至少是大大缓解了里程焦虑的问题嘛。其次，由于没有液体，它很安全啊，即使被破坏也不容易引发危险，于是保护措施呢就能够大大简化，带来实质性的减肥瘦身了。成本下降，重量下降，既可以让电动车轻装上阵，也可以在原本的基础上装上更多的电池，带来不可思议的大续航嘛。总之，灵活性就大大增加了。最后，其充电效率更高，因此充得更快；其使用寿命更长，因此能够覆盖汽车的整个生命周期等等等等。是不是新能源车的梦想伙伴呢？当然是的啊，只不过它离大规模生产和使用呢还是有距离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还在寻找更好的固态电解质材料，而在这之后呢，生产商还要想尽一切办法来降低它的成本，才能最终被市场接受嘛。不过，电动汽车的未来呢是越来越光明了。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些民航客机的发动机呢很特别，它们的尾部喷嘴并不是常见的那种平的，而是像这种花边一样的锯齿状的。甚至有一些呢，不仅在外圈带有锯齿，连里面的内圈上呢都是带有锯齿的。所以问题就来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显然它不是为了好看的，尽管我个人认为它的确比平淡无奇的普通喷嘴呢要更好看一些，但其实它的作用是为了降噪。怎么降呢？为了说明这点，我们必须先要来了解一下造成航空发动机噪音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才行。简单来讲主要就是由于2种速度差异巨大的空气在混合时会发生强烈的摩擦，这种摩擦呢会制造出湍流，而湍流则会带来噪音了。所以你看如果2种空气在混合时的速度差异越大呢，那么摩擦自然就会越大，由摩擦所造成的湍流也势必更大的湍流，当然就带来了更大的噪音嘛。喷气式发动机的工作原理呢，就是通过把前方自由流动的空气吸入到自己的核心，在加压燃烧后猛烈的向后喷出，来制造出反作用力，将飞机推动起来的。所以由它的喷嘴所喷出来的空气速度呢，就自然要比周围的空气速度快上很多。根据我们刚才说过的原理在这2种空气混合摩擦之后，其产生的噪音自然十分惊人了。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呢，学校附近还有一座军用机场没有搬迁，所以一旦他们开始训练我们就要做好接受噪音的准备了。经常课上到一半，一架呼啸的飞机从头顶的低空这么飞过去，就把所有的声音都淹没得干干净净。年轻的老师会继续撕心裂肺的大喊，而经验老道的老师呢，则会停下来，慢慢的端起泡着菊花枸杞加胖大海的茶杯，轻轻的嘬上一口，享受着难得的片刻清闲但是附近的居民就不会这么淡定了。所以放眼全世界随着民航业的发展，对降低喷气式发动机噪音的呼声呢，也越来越高了。那么请问如何降低你刚才一定认真听了所以知道只要降低发动机喷出的空气的速度就好了。但是根据推力公式，推力 F 等于发动机出口处的空气质量流量乘以速度减去入口处的空气质量流量乘以速度来看呢，在不能提高空气质量流量的前提下，如果减小喷气的速度推力也会大大减小的。
是啊，噪音是减少了，但剩下的推力还能不能再推动飞机呢？这可就不好说了啊。那你也许会说，咱们能不能把空气质量流量加大，以平衡减少的喷气速度呢？可以的啊，螺旋桨飞机就是这么干的啊！你看它巨大的螺旋桨在旋转起来之后，就形成了一个虚拟的进气口，一次能够吞下一大口的空气。虽然往后推出的速度呢并不是很快，但也依然能够提供足够的推力。那喷气式发动机也这样干不就好了吗？把进气口加大，吸入更多的空气，再把它们以较慢的速度给喷出去，可以吗？实际上是不能这么干的，因为单纯的喷气式发动机效率是很低的。它通过将燃料与吸进来的空气混合燃烧，制造出高速的气体，然后再喷出带来推力。所以吸进来的空气越多所需要混进去的燃料也越多才行。然而在把这些燃烧后产生的高温高速气体喷出时，其中却只有高速是我们用得上的，高温完完全全就浪费掉了。它白白带走了很多的能量而且喷的越多呢，浪费的还越多。航空公司怎么受得了？他们巴不得一滴燃料都不浪费才好呢，反倒是军用飞机不那么在乎而已。所以在民航发动机那边呢，他们真的是希望被吸进燃烧室的空气越少越好啊。那就很矛盾了，喷的气少了，速度就不能慢速度慢不了，噪音也小不了怎么办？幸运的是这种矛盾呢，很快就被材料科学和工程设计的发展给解决了。人们设计出了更大也更耐久的风扇，并把它装在喷气式发动机的涡轮上，就变成了如今的涡轮风扇发动机了。它是这么工作的在喷气式发动机的前面呢，再扣上一个大风扇，只有进气口中央的一小部分的空气再通过风扇后进入到喷气发动机里面，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是发动机的核心。在加压混合燃料燃烧喷射之后呢，它把大量的能量都用来推动尾部涡轮的旋转了，而涡轮轴是连着前方的大风扇的，于是大风扇呢就快速的旋转了起来，将通过它的空气加速推向后方，从发动机核心的外面、发动机外壳的里面夹在中间，这么就被喷了出去。由于根本就没有燃烧所以相比起核心所喷出来的空气呢，是既凉又慢的。但是它质量大所以提供的推力也很大，而且它不热嘛，所以浪费的能量也很少嘛，效率也就相应的提高了。还有一个很关键它速度慢了，跟周围空气混在一起时的摩擦也小了，噪音自然也就低了。所以你看现在的民航发动机呢是越造越大其实并不是把核心变得更大，而是想了法子把前面的风扇变大而已，好让更多的空气从核心的旁边被吹出去，带来更高的效率和更好的降噪。它们叫做高旁路比发动机。装在波音747-8和波音787上的发动机呢都是这样的。好了，到了现在，民航客机的发动机噪音确实已经比以前小了不少了，但还有没有得降呢？可以的那就是要进一步想办法让两种不同流速的气体更温柔的融合了。工程师们呢从猫头鹰的翅膀上看到了希望。其实人们很早就发现夜行的猫头鹰呢是飞行最为安静的动物之一，它所发出来的飞行噪音呢只是同等重量其他鸟类的几十分之一，甚至还更小。它是怎么做到的呢？通过研究科学家们发现秘密很有可能就隐藏在它们的翅膀里，尤其是那些呈现出锯齿形排列的尾缘了。于是在计算机仿真软件的帮助下呢，来自 NASA 和波音的工程师终于验证了这个猜测。锯齿形的设计会使高速喷出的气流提前产生出湍流，使它们在与周围的空气混合前呢就变得更碎了，从而避免了更大湍流的产生。这有点像是把一颗冰糖提前敲碎了撒到水里面，比把一整颗丢进去更容易溶解一样在使用了这样的锯齿形喷嘴之后呢，据说在发动机最大推力时，噪音能够减小6分贝。6分贝听起来好像杯水车薪但是分贝其实是个比值单位，所以表现的是一个变化率，降低了6分贝，实际上代表着75%的噪音量降低，一点也不少吧。所以有的时候一样改进呢，看起来好像很小，但实际上却意义重大好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下一期呢，我们继续讲一个小改进所带来的大改变。想要水上漂吗？可以试试淀粉加上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你应该已经知道这是一种叫做非牛顿流体的物质了。它遇强则强，遇弱则弱。当你快速踩过它时，如履平地；当你站着不动时，却会被它生吞活剥。看起来实在是很热闹也成功让一个说起来很拗口的东西变得家喻户晓。当然非牛顿流体可不止淀粉加水这一种。你还知道哪些呢？打在弹幕上，让我看看会不会有人说出我接下来将要讲到的这一个。非常冷门，但是又非常重要。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为了给大家留点打弹幕的时间呢，我先不讲这个东西是什么，咱们先来关心一下非牛顿流体本身，比如它为什么要叫这么个怪名字呢？原来它是被牛顿流体给逼的。
这两者的区别其实也很简单啊，你只需要记住，牛顿流体的粘稠度是不会受到所施加压力的影响的，比如水、酒精等等。你再怎么搅和它呢，它还是原来那个样子，该怎么流怎么流。但非牛顿流体就不一样了啊，它的粘稠度表现是跟外界施加在它身上的压力有关的。当压力增加时，它可以变得更加粘稠，甚至宛如固体，比如水淀粉和可以开椰子的口香糖等等。哎，那反过来的有没有呢？就是越压它越软越稀呢？哎，还真有啊。比如酸奶，你可以试试啊。原本十分粘稠的酸奶，在快速搅拌之后，是可以像水一样从勺子里面流出来的。其实啊，这代表了两种不同类型的非牛顿流体。前面那个你刚我也刚的叫做胀速性流体，后面那个容易服软的叫做加速性流体。由于不够红啊，所以很容易就被我们给忽略了。但其实这一类的非牛顿流体反倒在我们身边更为丰富。酸奶算一个，女生用的各种各样的霜算另外一个。哎，还有一个更难讲的，这就是圆珠笔里面的油墨了。让我们拿起一支圆珠笔，你是否曾经思考过它是如何出墨的呢？多半没有想过吧？那我再换个问题来问你啊，钢笔是怎么出墨的？首先，钢笔的墨水呢具有很好的流动性，就像一滩水一样，是可以靠自身的重力往下流的。但为什么又不会直接从钢笔尖流出来呢？因为液体表面的张力嘛，它就像一张网一样，把里面的液体分子给牢牢的兜住，除非遇到了更强的对手。当我们拿起钢笔在纸面上书写时，这个对手就来了，它叫做毛细作用。纸张实际上是由植物纤维制成的，所以放大了看呢，在其表面就有很多的缝隙。这些微小的缝隙所产生的毛细作用会从钢笔尖上把墨水给吸过来，使其粘在自己的这一边。所以实际上我们用钢笔写字的过程就是纸张与笔尖抢墨水的过程，只不过每次输掉的都是笔尖罢了。还好啊，这恰恰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可以破坏掉笔尖上墨水的表面张力了，那就是用力甩啦。这项技能呢，建议你谨慎使用。好了，让我们再回到圆珠笔上，它写字的原理跟钢笔一样吗？显然不是嘛。装进笔芯里面的是一种极其粘稠的油墨，除非受到太大的压力呢，否则根本是不会流动的。这就是为什么圆珠笔笔芯的尾巴永远是开放的状态，因为重力与甩动都对它不起作用。而通常情况下，越粘稠的液体表面张力也越大，受到毛细作用的影响越小。所以纸张既不够力气去跟笔尖抢墨水，也没有因为重力流到这里的墨水可以抢。照理说，圆珠笔它根本就是写不出字来的嘛。那我用了这么多年的，难道都是假的圆珠笔吗？当然不是啊！拯救圆珠笔的正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越压越稀的加速性非牛顿流体了。当阿根廷人比罗拉斯洛在思考如何制作一支更好的钢笔时，他想到了在这么小的笔尖上重新模拟印刷的过程。于是他需要一种可以连续给笔尖上墨的滚筒，而这个滚筒被他灵机一动，用一颗小钢珠给取代掉了。接着就是小钢珠如何从墨囊里面取到墨了。既然不能用重力，那就用蛮力吧。当你用圆珠笔写字时，它尖尖上的这颗小钢珠呢便会旋转，像极了一个正在搅拌酸奶的勺子。油墨也因此在足够的压力下降低了粘稠度，变稀流到了小钢珠上，完成了给滚筒上墨的过程。而流到小钢珠上的油墨在失去压力后，则会马上又变回到粘稠的胶状模样，直到它接触纸面，再次被压稀后渗入到纸张纤维之中，将油墨中的燃料留在这里，形成一个永久的标记。这个过程不断重复，油墨也就能源源不断的从笔芯里面转移出来了。而提起来的圆珠笔呢，因为失去了压力，油墨回归粘稠，就任你怎么甩都能保持干干净净了。是不是个天才的发明呢？最后送你一个小彩蛋，既然不用重力来供墨，圆珠笔是可以倒着写字的。你可以试试钢笔，看看它有没有这个本事啊。好了，总结一下，不是只有受到外力后变硬的液体才叫做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也是可以受力后变软的，比如圆珠笔里面的油墨。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2004年的一天晚上，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一间实验室里面发生了一件奇怪的实验。2名小学生突破重重阻碍，潜入到戒备森严的纳米实验室，然后从文具盒里面掏出了自己的铅笔，开始用透明胶带一点一点的粘掉笔芯上面的石墨，于是石墨烯就诞生了。跟大家开了一个玩笑，做这场奇怪实验的是2位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科学家，而获奖的原因正是来自这个看起来只会是小孩子在打发无聊上课时间时才会干的事。说实话，我以前也干过，但怎么就没有见分离出石墨烯来呢？可能是我的手法不太对吧。
而这2位科学家的无聊行为却最终获得了回报，他们分离出了单原子石墨膜，这是一种比钢结实200倍，重量却只有它的1/6的极其优良的导体。从发现的那一刻起，就被誉为是工业圣品。关于它的优点，人们已经讨论太多了，我呢也就不需要再去讲什么了。今天想讲的是一个可能比石墨烯还要更厉害的新材料——西锡。它究竟有什么厉害的？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下面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西锡又叫做单层硒原子，它跟石墨烯相似的地方在于都拥有单层的原子结构。实际上，就连西锡这个名字也来自于硒与石墨烯的组合。它有2点值得我们来说一说。第一点就是它很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种在计算机芯片工作温度下以100%的效率导电的材料，也就是类似于室温超导。第二点是，发现这种新材料的是一位华人科学家，而参与到这种新材料的研究制备的是很多的中国科学家和中国科研院校，包括清华大学、中科大和上海交大等等。可以说，如果在石墨烯身上还很难找到中国基因的话，那么在西锡身上就到处都是中国的基因了。西锡是一种被称为托普绝缘体的特殊材料，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劝退的意思，但大家其实也不必去真的搞懂它背后的意思。我们只需要知道这种材料只会在其外部边缘或者是表面来导电，内部则是完全绝缘的。当托普绝缘体只是1个原子厚度时，它们的边缘导电率会达到100%，也就是实现了零电阻。这些不同寻常的性质是由材料当中重原子的电子与原子核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造成的。用一句通俗的比喻来解释，就是由于这样的相互作用，它们迫使电子在没有任何速度限制的特定车道上移动，就像是德国的高速公路上一样。而只要是在这些位于材料边缘或者是表面的高速公路上行驶呢，电子就不会遇到任何的阻力，既不限速又没阻力，电子也只好放飞自我了。所以西锡虽然不是室温超导体，但却跟它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它可以用来替换电路板晶体管中的硅，使处理器的功耗和发热显著降低。下一个科技圣地可能就不是硅谷，而是硒谷了。另外，西锡的2维超导特性还有可能跟它的托普性质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托普超导体，然后借助超导态下的稳定电子配对和量子相干效应，更好地实现容错托普计算，提升能效比、实用性和运算速度，帮助打造出新一代的量子计算机。很激动吧？但这些呢都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因为它是一个偏基础科学的研究，从实验室走到生产线，从计算机模拟来到现实面前，过程是很漫长的。只是按照其中一位参与研究西锡的物理学家的话来说，这就像人类登月一样，迈出第一步是最关键的。既然这一步已经有了，未来的一大步还远吗？而且迈出脚步的还有这么多踏实又勤奋的中国科学家呢，我们共同期待就好啊！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